是因为我经过思考之后，我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花这个钱。寇乃馨用的字眼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要花的值得。这些字都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会不会把他花掉的钱赚不赚得回来，是看这个人学习不学习。学习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他才有思考的基础，他才会像马东刚才所说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花那个钱？所以值不值得的判断，花不花的精准的判断，全部都来自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学习。你怎么学习？学习终究是要花钱的啊！那更不要说刚才寇乃馨讲的那个例子，我们人生最珍贵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马伯威今天讲的，我觉得有一个局限。马伯威说，我们人生金钱也有限，时间也有限，可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时间的有限是赚不回来的。我用平均80岁来算，80岁乘以365天一年，你大概得到3万天左右，很吓人吧？我们一辈子活80岁只有3万天，是从你婴儿时期呱呱落地开始那一天，这个3万的码表就开始起跳了。3万非常少，你现在如果出去流浪1年，我说我只给你3万块，你都会不安，觉得够不够啊？结果你不是1年，你是流浪80年，我在你口袋里面放了3万天，而这3万天跟3万块的概念不一样。3万块花掉1块钱，赚回来就有了；3万天过1秒是1秒，用尽天下的方法也赚不回这1秒钟。所以时间的珍贵是最不可抵抗的一个花费哈。以我这个简单的想象，就是我绝对不会给任何的孩子一个人生的忠告是你要省钱。那我也不会给在座的各位以及看节目的各位说做人要省钱。谢谢大家。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我们仨都省钱，和这边的全都是省钱的。对，然后这边的都是败家子。那边是败家子，败家。我觉得从外形看，你们那边比较花钱。是的，我们把省下来的钱全用脑袋上了。你看这个。对，好，反方48，略占劣势，对吧？那就谁先开始？反方，周贤义，好。我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今天4位导师有3位都选择了要省钱。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法变呢。现场53位选择要省钱的朋友们，我的第一直觉跟你们一模一样，就做人怎么可能不省钱呢？就是没有任何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我们总得省，省了就是你以后说不定会有用的，对不对？省了以后会比较保险吧。不过我是怎么改变自己的想法的？我想起来我中学的时候的一件事儿，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啊，就是 Michael Jackson 出了一盘新的专辑，叫做 Dangerous， 很多年以前了，真的很经典。当时正版的卡带是14块钱，而我一天早点的预算是1块钱，我足足省了2个星期的早点钱，真的是饿得头昏眼花。最后我买了这个卡带，我真的很开心。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要省钱，为什么？我们会有更喜欢的东西，我们要去买。可是我转念这么一想，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因为省钱的话，我为什么会去买这个正版的卡带？我可以买盗版嘛，或者我可以去借别人的来听，对不对？或者我过2年我再买。所以这整件事情，我们所以为我们在省钱的整件事情，其实我们不是在省钱，是因为我们有更喜欢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更热爱的东西，我们要攒钱去买那个东西。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省钱行为都是为了攒钱，也就是说一个财务调配，把买油的钱去买醋，把买醋的钱去买盐，你根本就没有省下钱，这是第一个。那么什么叫省钱？有2种模式啊，跟大家这个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淘宝剁手党喜欢做的一个模式，就是我希望用最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甚至是更好的东西，对不对？大家所有的剁手党不都是这么想的吗？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特别关注那个价格，我们会特别关注什么打折呀、促销啊、什么年终特惠呀、什么老板心情不好、老板跳楼了、老板走路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促销的信息，我们会去省钱。可是啊，各位，你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回家看看你们的衣橱，那里面那些衣服，有多少那种奇奇怪怪的穿不出去的衣服，是你为了省钱买的？
所以事实上告诉各位一个非常常见的道理，叫做买的没有卖的精。省钱往往是商家用来忽悠我们的一种方式。好，就算你说我这个人其实非常聪明，我不会被忽悠，那我告诉你，我们是没有分身术的。什么意思？人的时间、精力、钱这个东西，你是不可能把你分开几个人来使用的。如果你要省钱，你必然要多花时间，或者说你必然要多花精力，对不对？很简单，举个例子啊，我如果要买到北京城最便宜的黄瓜，我得走多少大街，我得串多少小巷，我得去多少超市。这个例子太小，我们再举个例子，我假设要买到全中国最便宜的东风标致 308S， 假设是这样，对吧？那我得去多少 4S 店，我得跟多少经理讨价还价，我得去了解多少促销打折的信息。可是我告诉你，最后你开回家的虽然也是东风标致 308S， 但是你开回家的不是一个狂拽炫酷大天的东风标致 308S。你看到这个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整个人生都被这辆车给消磨了。所以省钱是特别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儿。这第一个模式啊。那么第二个模式，就是省钱，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必要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买嘛，对不对？很多人是这么去省钱的。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么教导我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可是各位，你们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生之中那些最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最让我们有那种美的、愉悦的感受的那些东西，它不都是那种不必要的东西吗？比如说，人出门是要穿衣服的，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要穿的有范儿，你一定要多花钱，你一定要多花钱，因为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必需品，而是一个你必须要更多去投入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要去省几张照片的钱，那我们很多的童年的记忆就不存在了，你会牺牲整个童年。如果我们要省几顿饭局的钱，你很多友谊的欢乐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要省几件漂亮衣服的钱，很可能你整个青春就没有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经典诗赋里边，苏东坡曾经写这个《赤壁赋》，他告诉我们说，人生之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那些东西本身是免费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我们需要的是额外多花那么一点点钱去享受它。这个钱不是必须的，可不可以省？可以省。比如说，你如果不租那条小船去游那个赤壁，不就没有赤壁赋了吗？如果你不去买鲜花，不就没有情人节了吗？如果你不去做进这样的什么戏剧啊、音乐啊、影视啊等等这样的投入，你整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最后我方的观点很简单：钱可以省，但是你花掉的是时间和精力；钱可以省，但是你花掉的是人生中的美好。所以省钱固然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但是你非常容易因为省一点钱而输掉了整个人生。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做。这么多人。来，齐齐的，快！首先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的啊，每一辆标致308S都是狂拽炫酷哪炸天的，与价格无关。我先澄清一下。现在我想问个问题啊，您刚才说省钱要花时间和精力，我现在看电影一抬头，票价60、80、100，低头拿出一个手机打开 APP 19，我该不该打？你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用19块钱买一张一模一样的电影票，坐一模一样的位置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到电影院里去看那个票价，买了以后买顿爆米花、买可乐，在那里去享受。可是当你到电影院去看的人潮拥挤，然后你掏出 APP 去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买过的。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去换购、团购等等等等。你换了之后，我稍微你的那个整个观影体验就没有了。周帅，买票的那个口子那儿队是很长，但旁边有一大排换票机，那一般排的人还比较少。换句话，我在手机上买的刷的更快。我就问你一件事情，那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会这么做吗？第一次什么？约会的时候会呀，为什么不？这告诉我是一个靠谱的男人呢，因为我节省啊。OK，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约出去看电影？为什么你不买一个爱奇艺的 VIP 在家里看？好啊，对呀，对呀，爱奇艺好。那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听我说完，再省一点。听我说完，周帅 ，VIP 都不买。不，周帅，我们知道有范儿的这个 APP 它是免费的，下了这个免费的 APP 进去之后，不仅买衣服能省钱，在里面还能再挣钱，这个钱该不该下？那我问你，有范儿该不该下？周帅，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妈妈用不用有范儿？我妈妈现在不用，我回去告诉她。对，我们的父母是不用这个东西的，而我们为什么我们来，我告诉你用一件事情，我说这一句话，我们的父母每年花在买衣服上的钱是比我们省得多的，你为什么不学习他们？我学习啊，我觉得。那你为什么要下有范儿呢？如果比我省得多，那你为什么要下有范儿？因为有范儿能省得更多啊。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你买衣服的钱比你妈妈用的多？我没有买比我妈妈用的多，我只是比我爸爸用的多。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妈很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如果你要省，是省无止境的。马薇薇，
你跟此人出去看电影的时候，他会看着60、80和100的票，不买那个19块钱的票吗？不是，是我买单呢。啊，原来如此。所以真正会省钱的是在这儿呢。我们不省钱呢，我一向都买最贵的票啊。啊，是吗？对啊，1分价钱1分货。好吧，那个被琪琪完了，然后正方是谁？花溪。开始，我先总结一下，我刚才琪琪想要得出2个点。第一个观点，你在做同一件事情，在电影院买电影票这个时候有2个选择：第一，买原价票；第二，上网买折扣。也许折扣票像对方所说的费了那么一点点劲，但是我费了一点点劲，省了一大笔钱呢。而且进去看电影之后，享受的同样的待遇，吃了同样的爆米花，为什么不呢？微微姐说1分价钱1分货，可能是真的没有团购过。其实不一样的价钱也享受是同样的货，其实还真的很便宜。第二点，玄一师兄在反驳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学你的父母出去省钱？你为什么不学？我们用有范儿 APP 省下来的钱也是钱，父母逛街省下来的钱也是钱，所以我们学的是省的精神，不是省的方式。”好，琪琪方面总结完毕，我来说说我的观点。今天其实，玄一师兄他刚才告诉我们说，省钱啊就是抠嘛，你看到那个价钱上面最低的你买，你看到淘宝上面打折最低的你买。其实真正会省钱的人不是这样。所谓真正的省钱，不是买价钱最便宜的，是你把钱花的最对的，是真省钱。第一，女生都买包，街边200块钱一个包，款式更新很快，但同时它的折旧报废率也很快。好，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咬咬牙，你买了个经典款，大概就是2万块钱左右吧。但是你背了10年，每次背出去别人都夸，哇，这个女的好有品味，而且质量很好，你背10年不过时。其实这个时候你是最会省钱的人。这种省钱的方式让你省出了你的胆量，让你省出了你的魄力。你不光是敢花钱，你还会花钱。第二种情况，你说女生的衣橱里面有很多不穿的衣服吗？我跟你讲男生的衣橱。英国绅士的衣橱里面永远有一套最好的西装和一双最贵的皮鞋，他们这一辈子可能就大概有那么一套最珍贵的东西。他们是怎么省的？我买了西装之后，我出门走路我不能做大动作，不然上面会有褶。我穿了一双皮鞋之后，雨天我不过脏地，旱天我不敢走得太快，回家之后我还要上蜡打磨。这种人是最会省钱的人，因为钱都花出去了，你要是乱七八糟祸害那个衣服，还蛮心疼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买了便宜的衣服怎么办？西装一扔往床上一撂，坏了就坏了嘛，大不了再换。可是这个时候你省着省着，你发现其实你自己只是害怕西装磨损很心疼，但是在别人眼里，你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格调的绅士。别人不会说你看那个抠，别人会说哇，你看那个人活得很有质感，很有质量，很有范儿，因为他每天走路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这是省钱给你带来的第二种好处。所以在我方观点看来，真正的省钱不是抠门，不是损，也不是乱花钱，反而是真正省出了一种气质感，省出了一种尊贵的生活。好，琪琪，来吧。花溪，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买奢侈品包包2万块钱一个的这种叫做省钱行为是吧？对。好，第二，你认为贵族穿经典款定制西装也是一种省钱行为？他们这辈子可能就买那么一套，买一个包。你真是没过过贵族生活。大家看一下唐顿庄园就会知道，经典款西装看上去每套都一样，实际上细节是有很多不同套的。对。但是你想论证的是，贵族过的也是勤俭节约的生活，是吧？对啊。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过的不是勤俭节约的生活吗？好，我给大家讲什么叫做不勤俭节约。第一，暴发户，出门天天吃大排档；第二，天天换新衣服，回家脱了就扔。实际上，花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花溪告诉我们的是，把钱加上品味，这叫做勤俭节约的生活。不对，是你省钱省出了品味。加上没品味，变成暴发户，这不是勤俭节约的生活。它比较的是什么？有品味的生活比没品味的生活要好。不对，谢谢。我说一句话总结，是你省钱省出了品味。谢谢。这边下一位是谁啊？好，永开。总结2件事情，先讲说陈明、奇袭、周旋义，他说的无非就告诉我们，到底要不要下载便宜的有饭。坦白说，我下载有饭从来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因为它方便。我赞许大家去追寻方便，可是千万不要追寻便宜，否则的话可能会做黑车。第2件事情，你说你要下有饭，可请问一下，你用的手机有 APP 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省钱人，你根本不会下载一个有 APP 的手机。
而且就算你下载了，你为了省钱，你根本不会买有饭，因为有饭贵呀、他们有品味、有品牌、有质量。所以发现了没有，一个真正省钱的人是不可能像花溪那样说我省出品味的。再来，花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要花对钱，这叫做省钱。可请问一下，花对钱在我的概念里面应该叫做投资理财吧？为什么一个懂得投资理财的人代表说他懂得省钱？按照你的逻辑，全世界最省钱的人是谁？巴菲特，他超会投资理财。所以。下面讲到马薇薇问的观点，其实我们认为省钱并不是所谓的不是所谓的省钱是什么？所谓的省钱是今天你买必要的东西，那叫做省钱；你买不必要的东西，那叫做不省钱。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省钱很简单，因为你不花不必要的开销。可这时候我们思考一个事情，翻译一下周帅刚才的话：所有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东西是必要的东西吗？水必不必要？必要。可是请问一下，你喝水有多少快乐？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其实你喝水喝必要的东西是喝不出快乐的。可是如果你花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例如鼓励多燕麦牛奶。你们今天是要帮我们把赞助商都得罪光吗？例如雅哈咖啡，虽然你花这个钱买不必要的东西，可是问题你花得快乐。所以发现没有，所有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东西都是不必要的东西。做人要不要快乐的活着？当然要。第二件事情，我们谈什么东西？我们谈到底做人要不要有兴趣？坦白说，一个省钱的人根本不会有任何兴趣。为什么？因为当你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你自然舍得在这个东西上面花钱。如果你对吃的东西有兴趣，你必须要对吃舍得花钱，不要只追求吃得饱。唯有如此，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美食家。如果今天你对穿的有兴趣，你自然要舍得花钱，不要买5分铺的店，买美特斯邦威。如果今天你对车有兴趣，不要省钱，每天搭德士，买狂转炫富，天搞不好你下一个就是一个赛车明星。所以发现没有，一个人要在自己兴趣上投资，有成就、享受，首先你得懂得投资花钱，而不是一味省钱。所以最后我们讲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变得不一样？是在于我们舍得花钱的方向不同。有些人舍得在辩论上花钱，成为了陈永开；有些人舍得在唱歌上花钱，成为了吴莫愁。所以，如果今天你把我们身上所有花过的钱一一摘掉，花过不必要的钱一一摘掉的话，首先你得摘掉我的帽子。再来，你摘掉我的衣服，不要想象。再来，你要摘掉我一生辩论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这一生辩论的功夫是我花6年时间自费打比赛比来的。最后，你要摘掉什么？把我这个人给彻底摘掉。因为我之所以来到奇葩说，是因为我花钱飞过去新加坡报名面试得来的。所以。如果你把我身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摘掉，请问一下，我是谁？不是谁，我跟动物一样没有区别，因为我只靠必要活着。所以做人不应该像路边的树一样，它虽然做得很合格，可是它们修剪成一样。做人应该要活成自己的特色，这才叫做不一样的烟火。谢谢。永开今天说了2个观点。第一，他认为省钱的人是不会有兴趣的，省钱的人只用必需品的，就是能不喝水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能不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吃，能不出门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出门，什么事都不做，不会想要有任何东西。这样我问大家，世界上会有省钱的人吗？谁可以省钱啊？完全不吃不喝，只用必需品过活的人才叫真正省钱的人。那世界上哪里可能有一个有省钱的人？省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是比你们那些不是你们有一些比较会花钱的人，更懂得用钱的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对方今天第一个问题。第二，他们说，所有的快乐其实源自于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换回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才叫真正的快乐。所以周老师要去买 Michael Jackson 的卡带，真是有一点年龄了，是卡带。然后永开要自费去新加坡打比赛，但是所有的快乐都是要从不必要的东西才可以换回来的，不是所有的满足都是靠金钱。
堆砌出来的，这是不懂得省钱的人才会有的态度，因为他们不知道知足嘛，他们的快乐源于外面的事情给予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今天不开心，我不满，我就去买一个包；明天我不开心，我就去买另外一个事情，就又一直用金钱堆砌，让自己感觉特别爽，特别有饭。但是懂得省钱的人会在自己既有的事情里面寻求自足感。为什么这一种自足感不是一种快乐呢？懂得尝萝卜的鲜味不是一种快乐吗？一定要鲍鱼跟龙虾才叫特别好吃吗？懂得鸡肉的鲜味不好吗？一定龙虾的肉才是肉吗？所以说，省钱的人会有省钱的快乐方式，当然想要豪爽花费的人有豪爽花费的方式，所以没有所谓的不必要才可以换来快乐，快乐的事情在必要的条件下也可以换来，这是第二点。第三，我这时候要推广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各位，这是一个需要酝酿一下感情的点。想不想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呢？想不想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富豪呢？想。告诉你，我们只需要培养一个事情，叫省钱。为什么？你想一下。省钱的人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因为他省钱，所以他每一样他花出去的钱，他一定要花得值得。我上课，我缴了学费，老师你不来教书，我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补课。我是来读书，我是来缴学费上课的。一般不省钱、没有这一番概念的学生们觉得，哎，老师今天没有来上课，很好，我们可以去看戏。不好意思，我缴了学费，我是一个省钱的学生，请你教书。我去看戏打瞌睡，不可能。电影费我已经花了，爆米花掉去地上3秒之内我要捡回上来。太可爱了。吃剩最后一粒米渣。因为我用省钱的方式，我不可以让自己不浪费钱。你看，我上课，我听课，我看戏，我会懂得欣赏；我去旅游，绝对不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路边的风景我要会欣赏，博物馆的每一个物件我要会懂得，动物园每一个动物我都要认识一下，不然对，动物园每一个动物都认识一下，不然怎么可能值回我的票价？你看，省钱的人在省的时候学了多少东西？你们这种不把钱当一回事的时候，浪费和错过了多少东西？这就是省钱可以让你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人。再来，有毛病想要解决，省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省钱的人，我今天打定主意要减肥。我拿一笔钱去健身房给一个健身教练训练我一定会把自己变成像就我挺好的。薇薇姐一样降瘦，我才可以走出健身房。我花了这笔钱，我还胖着出来，我还是人吗？那你进餐馆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就是我花了钱在里边吃了饭，我要瘦着出来，我还是人吗？所以你们看，我吃多少我就长多少，一点都不浪费。这种吃了看不出来的，不就是浪费钱吗？所以省钱这样东西，培养了我们积极上进，同时让我们每一笔钱花得更值得。为什么不省呢？所以我们说嘛，省钱可以省出好青年，抠门可以抠成变豪门。谢谢。太棒了！太有心机了啊！这边是谁？马薇薇小姐。花溪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点，就是省钱可以把你省出品位，省成贵族，省成皇族。听到大家内心一定是抗拒的。我告诉你们，那轮奇袭，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观点非常之抗拒？你知道，真正的贵族，真正的王室，穿出一件你以为朴实无华的黑白灰的套装，
他之前要买错多少件衣服？之前他们家要花多少钱请礼仪老师、服装师？你知道背后有多少仆人在伺候他，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仪态万方的出来办豪门，有品位。所以品位不是省出来的，是养出来的，明白了吧？好，第二个点，如今告诉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不是省钱，是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你都要珍惜，发现了没有？所以按他这个观点，一个超爱买珠宝的女孩子，我这已经花了几十万、几百万去买珠宝了。我每天在家擦拭，我保证我买的每一颗珠宝全部都有穿戴在身上过，而且每一张都拍照发微博。你能说这样一个爱买珠宝的女孩子是一个会省钱的女孩子吗？不会，她只是一个会花钱又珍惜她的珠宝的女孩子，对不对？所以请注意了，品味和珍惜这2点都不能论证对方的观点。而如今讲到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上进，这是我们今天争论的重点。我很同意，我们认为不省钱更能让人上进，原因非常之简单。其实就像我马上要翻译周旋逸的观点一样。好。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金钱，其实全部都是有限的。当你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省钱之后，你第一件干的事情绝对不会买爱奇艺会员。为什么呢？因为1年198，如果我不买的话，每天都能省5毛呢。而我为这5毛付出的时间很简单呢，我看看广告90秒忍一忍就过了，或者我等它会员保质期过了，等它版权保护期过了，我可以在网上看免费视频呢，对不对？你看起来你好像是每天多省了5毛，可是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你对你每天休闲娱乐时间的定价是多少钱呢？5毛。所以，当你老板让你加班的时候，你说老板，我想回去娱乐一下。你老板说你娱乐时间就值5毛，我给你5毛加班。你明白吗？你老板不剥削你，你自己剥削你自己呀！你把你的时间看得不值钱，谁会把你这个人看得值钱呢？你把你的时间看得超值钱的时候，你就不会花时间在省钱上，你会花时间在干什么上？投资自己上，你会花一些超没必要的钱。比如说，本来你可以自己在家买个推子自己剃头嘛，对不对？因为我发型不好不犯法呀，对不对？省。OK， 好，我可以不用护肤嘛，我长得不美不犯罪呀，对吧 ？OK。我这个时候也不用健身呐，我胖我自豪啊。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的人，在应聘的时候他会超吃亏，明白吗？你们面试任何公司进行任何岗位提拔的时候，老板会问你有什么学识，会看你长成什么样子，衣着十分得体，甚至他还会看你去哪里旅没旅过游，有什么见识。但没有任何一个老板在提拔你之前会问，哎，你在家省钱吗？你知道吗？现在所有的企业都不以血汗工厂为理念，它都会尽可能让员工生活的舒服。谷歌、微软、苹果给员工都是尽可能的提供他们福利，让他们能够享受，而不是让他们在公司勤俭。一个1卷册子都要跟员工计较的公司说，每次只准用3格，你觉得这种公司有机会上市吗？所以你明白吗？人省则不能发展，企业省则不能上市。你今天会紧张吗？当然不紧张啊。你太太在后面。他一般一出现，战斗力翻200%。首先，
薇薇姐刚才说人是要投资自己的，当然了，我们一直都认为人要投资自己啊。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投资自己，并且投资对地方，那个叫真正的省钱。我们的省钱是眼光的，我们看得远一点。今天投的1万，明天在工作中能够创造10万的价值，这就省了9万呢。这就在创造财富。薇薇姐刚才说的那种必要性和非必要性的这种区分有巨大的问题。你们所有的立论的根基在这里，必要非必要，其实分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一旦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物件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必要。比如说，我出门衣服是必要的，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件衣服必要吗？不必要吗？发现没有，分不出来。我真的必要这件衣服才能出门吗？没有。我们人生中买的每一碗饭、每一杯水，没有必要的。这是区分不出来的。区分真正的省钱在于眼光，我们要看多远。我方刚才花溪和如今讲的都被薇薇姐刚才肆意的歪曲了。花溪说的品味，不是说那种豪掷千金的品味，是我一生只买那么一件。我们说的不是贵族，说的是绅士。绅士不一定很有钱，但他很有范儿，他的每一点东西精益求精。如今刚才说的，我花的1分钱要花的值。我们说的省钱不在于不花，而在于一旦花出去，我一定要值回票价。好，我来讲讲看，来点有营养的东西。我自己的观点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钱是什么呢？钱是一张纸，一张纸有什么意义？不能吃，穿的话面积也有点小，不好挡。这张纸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省不省钱的关键在于钱背后的资源，钱换来的资源对我们才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说要不要省钱的本质是在说，对，要不要省资源。可是大家知道吗？在这个地球上，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一共只有40到50亿年的时间。好，当大家觉得这是鸡汤，觉得很耸人听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冷静一下，听一下我接下来以下的这一组小小的数据。现在这个地球上所有探明的石油储量，按今年的开采速度，40年就挖完了。煤炭是70年，天然气大概在100年左右。我们用了30到40亿年累积的所有的化石能源，我们人类在几百年、200多年工业革命就烧完了，这些东西烧了就没了，石油烧了就没了，要不要省啊？我们是要为自己省吗？人有时候一种错觉，我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钱就是我的，钱所能带来的所有的享受都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们谁也管不着我，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弱点。不是这样，人同时还是整个漫长的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稍微不要那么狂妄，我们稍微卑微一点。我们今天说啊，不要省了，买车买大排量的，烧油多一点没关系啊。哥有钱呢，有钱任性呢，我就烧大排量的，油烧一滴就少一滴啊，烧完了就没了。那你说要不要省呢？地球就那么大，我们今天要省，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省，为这个地球省，为这个后代省。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说钱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说的是换来的爽。对方一直在说要买那些不必要的东西，要让自己多爽一点，要让自己多爽一点。其实说得很对，人嘛，开心一点挺好的。我想给对方一个忠告是：钱嘛，那张纸无非是所有欲望的外在凝结。我拿着它，为什么爽？它能满足我各种各样的欲望啊！我想吃好的，我想喝好的，我想住大房子哦。满足的都是欲望，而又不省的时候，人就陷入到了身边无数欲望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这是我最后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省钱的本质，倡导的是一种克制欲望的价值观，而这件事情会让我们不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谢谢。是一个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故事。反方哪位？好了，就到我了。只剩下你了。真的假的？好，那我就先讲一下。其实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在学校，我教书，在家里面跟朋友之间，我是大家心目中那个最不会省钱的人。然后每个人都 take me for granted。就是说他们就认为曲老师一定最爱花钱，所以到哪儿都我出钱。我跟我家人出去，我跟我妹妹出去的时候，我一定掏钱，因为我如果不掏钱，她说二姐，我有2个小孩，我要养家，我们还有房贷。我先生这个月的钱都房贷付完了，所以我就会出钱。我跟我姐姐出门的时候，她永远只带零钱包，就5块1块，她没有钱，因为她说你赚的比我多，你现在比较有成就。我跟我弟弟和我弟妹出门的时候，我弟弟有钱哦，有的时候他想吃鲍鱼哦，我们说好，他说二姐请你吃，结果每次账单一来的时候，他又支支吾吾，然后我妈妈一个眼色，我就说好吧，我出好了，因为他有老婆，他们未来要生小孩，等等等等。那我到学校去教书，想说，哎，跟年轻人相处。
也许学生出去吃饭我会 go Dutch 吧，才怪！我教书教18年、19年了，每次跟学生在一起一定我出钱，出久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出，一个5块钱的冰棒也我出，10块钱面包也我出，每一次我就不自觉我就要拿钱。那其实我最近这半年来，有一个人请过我吃过3次饭，他请完我吃饭之后回家痛哭流涕。我说妈妈，这1年来终于有人请我吃饭了。我妈说是谁？我说康永哥。真的。虽然我都有在花钱，可是我要说我赚到了什么？我赚到了我跟我妹妹的亲情，因为我妹妹很少回台湾，然后我大概1年看到她1次，然后她带她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对呀，她回来2个月陪我们暑假，每一餐我都要请，为什么不请？那跟同学之间。我觉得每一个学生有好多好棒的故事给我，为什么我不花钱？我得到了好多陪伴，好多的温暖，好多的温度。我花这么一点点钱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要省？那另外一个讲的是说，其实钱未必是花钱，我可以买到好多东西。你知道我买到什么吗？你知道最近这10几20年来我买到了什么？我买到好多2手玩具。我在纽约。我在洛杉矶，我在旧金山，我在纽泽西，我在任何地方，我都会看到这2手娃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那些娃娃破娃的身上或旧娃的身上，我看到另外一个我，然后他们让我有怜悯心、有同情心、有同理心，我有 feel， 我不是一个冷漠冷淡的人，所以我花了这些钱，我得到好多关怀、好多爱，就像同学们给我的一样，是陪伴。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不需要省钱，把钱花在你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能够带给你快乐的地方。谢谢大家。来吧。好。哎呦。首先，我觉得呢，你们今天真的污名化省钱这2个字了。省钱不代表不花钱，对吗？省钱也不代表呢抠门，或者是呢我就要躲在家里做一个宅男宅女，或者躲在树上不动做个树懒，或者是我就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做任何创新的人。省这个字其实很美好的，省叫做珍惜着花，精准着花，抓对方向花，好好花。所以我想告诉曲老师的是，我特别爱我妹妹，我完全理解你跟你妹妹那种情感。但是我想告诉你，我跟我妹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即使我不请她饭，她还是我妹妹。她喜欢跟我聊天，我们可以一起谈心，我们姐妹相处的时光跟我花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对吗？我也要告诉大家，曲老师的很多的2手玩具特别可爱，每一个都有历史意义。他可以花钱去买，但他也可以跟人家交换。交换的朋友送他的，跟他花钱买的，带给他的意义是一视同仁，一样美好的。所以，美好的记忆跟宝贵的回忆，不代表必须乱花钱，对吗？我想说，康永哥花了大钱请了1桌菜，请了曲老师吃饭，你印象深刻，感动莫名。那是因为康永哥是一个精准花钱的人，他请对人了。他今天如果请的是陈汉典或者是 S， 他们不见得一定会记得这么清楚的，因为他请的正好是一个从来没被人家请过客的许家瑞，所以他会记一辈子。所以我再讲得清楚一点，同样是花钱。省钱的花法是花对方向、花对人，而且花对时间，花在刀口上。马东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有车有房不如什么？有范儿。所以有范儿不等于有车有房，对吗？所以我们不是得花钱才有范儿。今天我花一样的钱买了这个谷粒多，对不对？燕麦牛奶，它可以让我吃了只饥饱饿，又可以精神强健，而且骨骼强壮。如果它能让我带来这么多好处，这个钱没白花的。但我如果花一模一样的钱去买了一个对身体一点都没有益处的碳酸饮料，它让我长了肥肉，没有长任何的营养，那个叫做乱花钱。所以买这个叫省钱，买那个叫乱花钱，这样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告诉大家一件实实在在、非常肯定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本人从跟黄国仁谈恋爱到现在，我所有的纪念日、生日、结婚纪念日、情人节、七夕，所有礼物通通要求不花钱，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不花钱才能证明一个男人对你的真心。如果他可以花钱解决你，那真的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貂皮、钻戒、洋房，女人愿意努力，咱自个儿也挣得起，也买得到。就算买不到吧，我们有时候也不屑你们用这些来买卖我们的感情。但是如果当他不能花钱的时候，他该怎么做呢？第1年他写了一首情诗，第2年他写了一首情歌，接下来他把情诗加情歌写了一本小说给我，然后他开始买很便宜的色纸，然后呢那个色纸还是跟人家说呢，可不可以给我1包色纸，因为我是黄古人，是用药来的，然后把色纸剪成一条一条，折了3650颗的彩色星星，这些都不花钱。然后他可以告诉我说，老婆，那么今天呢，我帮你按摩10天吧。今天我跟你呢定下一个约定，这1个月我们每天都约会1个小时，聊天1个小时，这些才是我要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省钱，我们把钱丢给孩子，让他自己在家里找饭吃，我们就不用陪他了。如果我们今天花钱可以把父母送去老人院，我们还需要陪父母孝顺他吗？如果今天可以花钱解决的女人，你就不需要花时间去陪她。我只讲这一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心里，这跟胜负无关，跟投票也无关。但我真心想说的是，各位，让我们省一点钱，多花一点心吧。让我们省一点钱，多用一点爱吧。这世界上所有宝贵的事情，很多都不用花钱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谢谢大家。辩论的2个基本手段，一个是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一个是站在宇宙中心找到自己啊！今天我们都见到了。我让秋晨把话说完啊。我先说一点，乃馨姐姐，我觉得有一点不对，你不能拿你自己爱情中的例子来跟我们说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你和你的家人是什么都不缺的，不缺钱，所以你会觉得别的东西更加珍贵。可是对于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最缺的就是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男生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去换了女生的一个发夹，然后女生把他最宝贵的头发去换成了一个表带，结果他们全部交换掉了。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别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送出去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什么？不可能叫做什么，这就是不什么，对不对？最珍贵的东西都给出去了。你把那什么劳驾什么一下，我什么不懂你说的是什么？省，这不能叫节省。哎呀妈，对不起啊，我湖南人有点后鼻分不清楚。这不能够叫做节省，这绝对叫做舍得。最珍惜的东西。好，对方真的非常非常的狡诈，在他们眼里，有人是不省钱的吗？有人是不省的吗？没有，因为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就投资了自己，花在别人身上就投资了感情，然后换回了值得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值得了，也是你所谓的省了，对吧？然后就算是浪费了泼出去的水了，好歹也增加了 GDP 呀，我为全世界省了钱啊，在你方眼里还有什么是不省的吗？没有。不，各位弄清一个概念，我们的钱总是要花的，什么样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什么样的对钱的态度。那块钱在那儿，你要留下来，要尽量的留多一些，这才叫做省钱。而如果你要是把它换回了更好的东西，以及赚了更多的，那不叫省钱，不要再混淆概念。谢谢。好，谢谢。其实我刚才觉得对面说的很对，我觉得自我投资很有必要，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一定会有一个值得你少花一点钱的理由。我从小也是被我妈单亲家庭带大的，但是我从小完全没有觉得我们家没有钱过。我妈就以前也是拉双眼皮儿啊，各种买衣服，你们知道吗？但是直到有一天，她知道她需要在我身上投资的时候，她开始省钱了。包括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觉得我们家好像没有钱，包括我还啃过一段时间的老。我妈永远在我面前粉饰太平，告诉我家里面很好，包括我后来工作了赚钱了，她也没有让我打过1分钱回家。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之后，我妈说我知道你回来，我专门去买了鸡，我专门去买了牛肉。我想说平常我不在家你们都不吃的吗？这个时候我在看我妈的衣柜，她已经好多年没有给自己买过新衣服，她已经好久没有自我投资过了。他把钱全部投资在我身上，他一直在省，所以说我现在我赚了一些钱，我还是很爱花钱，但是我觉得我妈成为了我一个少花一点点钱的理由。我想省一点点钱，这算不算一个好的改观？我每个月
当我打那么一点点钱，我知道我要省这么一笔钱出来不能用的时候，我把它打回家。但是对面也说的很对嘛，我还是要保持我朋友的豪爽，我还是要请你们吃饭，对不对？但是我会少花一点点，我把这笔钱打回家。当我收到我妈那个短信，儿子钱已经收到了的时候，那一分钟我觉得我自己无比的自豪，无比的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可以让我少花一点点钱，让我省一点点钱，那为什么不要呢？人生是有限的，钱是有限的，但我认为爱是无限的。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省一点点钱，却让我妈感受到我对她的爱，让我妈放心，让我妈知道她儿子过得很好，已经有多余的钱可以给她了，我觉得太值得了，省这一点点钱，朋友们。你的这个动情点出来了，我一定得让那个让你妈妈来跟你说说。今天对面3位都给我灌鸡汤，咔咔灌的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呀，真的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潇潇。这儿不准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认为人呐，会花钱的人才会赚钱，这是一种刺激，这是一种力量。我记得我刚刚认识潇潇的时候，他非常的穷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说了啊，不是特别有钱啊。对，他从什么时候让我认为他开始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的时候，就是现在最近他赚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顿顿饭都是他请的。你害我被绑架呀你！他顿顿饭就他请也就算了，他还到机场来接我，还叫他的朋友到机场来接我，拎着我的箱子送我去吃饭，买完德克士把我送到大兴来。我天哪！他跟我说：“甜甜，不管怎么样，说你对我来说还是个女孩子。”我作为一个纯爷们儿，我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带双手？你的手最短，不能带双手。我请你吃饭。啊，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啊，原来潇潇从没有钱变成有钱以后，整个人生态度都已经变了。他怎么会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他在我身上算乱花钱吗？算浪费了吗？我觉得挺浪费的呀。你省了吗？是不是？你没有省钱吧？你有没有省钱？你现在告诉我。好，有一天我就说潇潇，你省着点嘛，我求你了，这钱啊，万一哪天咱不红了以后，你赚不到钱怎么办？他说不，范甜甜，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要穿12000块的 T 恤，我要拼命的赚钱。因为他不会省钱，所以他会变成更会赚钱的人。对我来说，你现在因为不会省钱，成为了更加优秀的人。好，谢谢大家。一场真正的辩论，如果不能过渡到人身攻击，我觉得是一场没有必要的辩论。你吃不到我请的饭了，范甜甜，好吧？我真是为刚才甜甜姐那个激情四射的语调背后的逻辑感到担忧。你刚才所有的观点，秋晨都已经全部反驳了，你因果倒置了，不是因为他会省钱他才会赚钱，是因为他终于开始赚钱了，他没有他之前那么省了。告诉大家，一个普通人，我劝大家省一点，原因只有一个，6个字，就是未来不可预测啊，大哥，你傻呀？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万一疾病呢？车祸呢？你哪里有钱？你今天有多少花多少？你今天买1万的 T 恤，你今天全部我是说万一，如果你的未来发生了这种情况，要不要做一点打算嘛？所以我们之前稍微省一点。对方说有没有省？当然可以省啊，买2.0的车，买4.0的车，我选个2.0的就是省啊。最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建议告诉大家，这一件真事，因为我老婆今天在这里，所以我必须要得说一下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是一年情人节，我给我老婆买了99朵玫瑰。武汉的物价比较便宜，情人节头2天订的，所以只要488块钱，买好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们刚结婚，还没有孩子。我拿了之后我就送给她，我说99朵玫瑰，开心吗，老婆？她手差点就上来了。我想抽你情人节买这么贵的花，但是她马上脸上就绽放出了笑意。一个智慧的妻子的做法是，她掏出了手机，然后特别温暖的给她的爸爸，也就是我老丈人打了一个电话。爸，今天是情人节，你有没有给妈买玫瑰花呀？然后他爸说，哎呦，工作很忙哦，今天2月14号啊，情人节，那我没买。爸，不要着急，我跟陈明呐，给你买了99朵，只要998块钱。你知道结果什么？我们当时住在他爸妈那里，回家之后花还是摆在那个桌上，然后他爸给了他1000，还不用找了。他妈妈超开心，因为他爸爸寄的玫瑰，他爸爸超开心，他超开心，我也超开心。
你这么出卖你太太合适吗？你第2天我们就跟爸妈讲了，他们虽然一直在笑，可是笑得无比的温暖和幸福。为什么？真正的爱，动心一点，一省出来都是幸福啊！谢谢大家。周学义，真的，首先我真的不想说任何个人的事情，这不能够去讨论我们辩题作为一个证据。然后我说你那个事情吧，你们家所有的快乐都是来自于买了那个玫瑰花，而不是没有买那个玫瑰花，很简单一点。那么刚才陈明讲的说因果倒置，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关键问题。就是陈明认为我们叫有了钱我们才能够去有了钱我才能够花钱，可是我告诉你不对。刚才陈明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我必须要反驳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我们不能够传播错误的信息。刚才陈明说，很多科学家说，这个地球上的石油多少年会开采完毕。我告诉各位，这是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世界上最著名的错误预言，这是传谣，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70年代人预测石油大概几十年就会花完了，然后呢，过了80年代，还可以再花几十年；90年代，还可以再花几十年。现在我们又发现有新的技术了，我们还能再多花几十年。现在我们的科学家的定论是，我们不知道石油什么时候会花完。为什么？因为我们投资了新技术。省钱永远只能是坐以待毙，花钱才能给我们一个光辉的明天。讲完了，谢谢。好吧，我们现在看看正反方投票哈，50比50，刚好，而且跟前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讨论到这儿，然后我们请这个各位从女神开始，这个女神。我觉得我这平时是一个就是挺善变的人，对，然后尤其来到这么严肃的辩论节目，我真的特别就更加善变了。你指的是变化的变还是辩论的变？现在有一点变化。对，之前是觉得省钱是该省钱，就是，然后有机会再花呗，或者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是现在这边太狠了，对，然后我可以。所以你决定叛变了？我可以叛变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所以我选择叛变。叛变了一个，您怎么办？其实，在这个话题上呢，我听了半天，我应该站在中间，半叛变，对，一半一半，我站在中间，因为我的理由，在96年的时候，因为我对上海文化情有独钟，我在北京的时候坐着飞机到了上海，因为上海有个老师傅做旗袍最好的老师傅，他年纪很大了，过2年他就做不了了。我就想让他多我做件旗袍。那个时候我挣钱挣的不多，我拿了我很多钱到上海做了30多件旗袍，全部手工制作。有一天我会做展览的，做下来以后，然后我就拿着旗袍，我的姐妹们说你干什么呀？这旗袍干嘛看吗？我说不，我会穿的，但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穿。每一个 party 让我穿旗袍，但我每一件旗袍保障非常好。96年、06年、16年、15年、19年以后，当我的脱口秀上台的时候，我穿的所有旗袍都是我96年做的。与其说是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保持身材，不，我没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的旗袍保持的身材。女人的欲望特别简单，别人说，哎呀，金老师个舞蹈家，为了身材啊，呸，没有，我是为了我美丽的旗袍。金老师，这就叫做省钱啦。所以说，听我讲啊，对啊，但那个时候没有省钱啊，别人说的，你干嘛拿那个钱做那种旗袍？你没用啊。那个时候起一件旗袍3000到5000块钱一件，哇，我投入进很多钱，3000块钱、5000块钱一件旗袍啊。但是你听我讲，那个时候我没有省钱，现在我穿着我的旗袍站在我的脱口秀上的时候，我一件服装的制作费是2万块钱一件衣服。就是你把这2万揣兜里了，当然了，穿着自己的衣服，我穿我自己的衣服啊，我也不知道我省了还是没省。省了，但是在当初那个时候，在别人眼中我是没有省钱，没省啊，这是真对的。所以说我这个故事案例呢，就是一半一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我会穿这个旗袍，但是我特别同意那个如今的观点，为了这个旗袍，我坚持我的19年体型不变，它让我变得很严谨。很上进，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观点说我应该站在中间，因为我知道康永哥会有好多辩论，完了以后马东这边也是辩论，所以我就把我的势力跟大家说，最开始我是不省的，因为我要为我的激情，为我的爱去投入，哪怕所有人都不理解。但为了尊重我的激情和爱，我坚持了19年保持体型。当这个爱最后呈现在电视屏幕前的时候，我很自豪。我投入3000块钱，最后我赚回2万。叛变了2个，没有在中间。哎，这是女人心海底针。康永哥，您先说，我先说。你决定。那我先说吧。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一个法官大人变成了一个辩手，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那个，我给大家讲讲金星老师的故事。其实我跟他一样，我特别想回到这个中间的位置上来，我不太想讨论该省钱还是不该省。好，叛变了哈，来。他现在住的房子不是买的，因为人家不卖。他花在这套房子的房租的钱，每年够你们买房的。我说的是每年，所以他不是个省钱的货。他是作货。20年前你们花不出那种钱的时候，他花得下去手，他是个作货。他今天也绝不是为了省那2万块钱一期的服装费，他是嘚瑟。他不穿那个旗袍，他无法说服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跟他的省钱和不省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的，这是我对你背叛的一种惩罚。但是按我们今天的题面是说，该不该省钱？那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讨论这些话题的人，应该是有钱的人。那么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拿来做讨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比如我们华人里面最有钱的应该是李嘉诚。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也不大哈，我就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李嘉诚带一块20块港币的电子表，你们肯定也都听过。然后我们说李嘉诚是一个多么勤俭的人，所以他才成为了首富。这是报道里面的宣传口径，我真的特别想跟这个记者说你是猪，因为李嘉诚绝不是买不起任何一块表，也不是为了省钱才戴20块的表，他是没必要，因为他即便戴一块金砖在手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选择的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我有这块表，看时间就够了。况且他还有6个秘书，他可以回头说几点啦？9点40。他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里说的那种，他在电梯里放个屁，立刻就有人会说我放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他买不买得起表去衡量他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用省不省钱去衡量它，所以我们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去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很直接的结论，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买东西要不要省钱，过日子要不要省钱，我们题目是做人要不要省钱。为什么做人要省钱？只有一个理由和原因，是因为省钱是经过思考的，思考之后的理性选择。你没有办法去过不经过理性思考的选择的生活。苏格拉底跟我们说，没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我们今天结合到这道题目上说，不省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我说完了。马东是一个非常好的辩手，可是谢谢你刚才给了我一个武器，也是今天的认为该省钱的人全部都给我的武器。你们今天用的字眼呢，叫做节省。
钱。换句话说，朋友啊，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说富二代花他妈的钱不心疼，但是实话实说，富二代他妈也心疼。你刚才说那些 KTV 里那些歌都怎么提醒对方还钱啊？你比如说这个都是朋友之间的歌嘛，啊是吧？这个大海，啊如果大海能够唤起你的回忆，什么这些乱七八糟歌，因为我歌唱的不好，所以我就不能像艾丽那样，我这搁这炫歌声，容易被黑死。难道唱听妈妈的话就不会催对方还钱吗？如果唱听妈妈的话，可能会勾起一些悲伤的回忆，所以就不会唱了。也许是甜蜜的，你说呢？能不能好好的进行一场严肃的辩论？来，我们看一看，现在正方该催74，反方26。胡天宇老师，对，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先帮你把这个敲上来，你说吧。保持你自己这样子是最好的。可是当我说你这笔钱不应该这样花的时候，我叫你干嘛？哦 ，OK。我们正在配合你念经的节奏，你知道吗 ？OK。别让我说正事儿呢，真是的。先让我说两句正事儿再敲。好。而且是这样的，大家刚刚发现大兵说了很多，就是催他还钱的时候，他做出了种种气死你的举动。其实这都出于一件事情，就是你借钱的那个人，你借给他的那个人，他其实不是你的好朋友嘛，你是借钱借给了一个人嘛。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的话，老实说会怎么样？到期他如果觉得他自己还不上这个钱，都还不用我催，他就会先打电话告诉我，我最近手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还上你的钱。然后你放心，只要我有，我一定会还你，这才是好朋友嘛。我们今天不说亲兄弟明算账是一个好的做法，为什么？因为是朋友之间来来往往都是人情债，你要算不清楚。朋友欠我100块钱，这是100块钱可以量化，我可以找他催找他要，那我欠他什么东西？小时候我跟人打架，他撸着袖子就上去了，被人揍了一通，然后打得头破血流，衣服也扯烂了，回家被他妈又是一顿毒打。那这种时候，这个情义气值多少钱？他会找我要吗？我怎么赔他？我是赔他点医药费，赔他一件衣服，我还不上这个情嘛。今天我在场上开了一个巨烂的脑洞，讲了一个巨冷的笑话，全场一片死寂，掉票掉得比艾丽还厉害。这时候如今在旁边捧腹大笑，哈哈哈哈。这时候这种理解、这种支持值多少钱？那明星会跟我算这个吗？他难道会拿本本子记下来？哎，某年某月某日，胡天宇说了一个超烂的笑话，我为他捧腹大笑3声，顺便还说了一句：“哎呦，不错，这个不会这样记的吧？对不对，周老师？”就好像又比如说，我今天深夜失恋了，打电话给艾丽，凌晨8点半要上班的人陪我聊到凌晨5点半。那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跟我算心理咨询费吗？怎么算？是包夜、深夜时段上浮30%？不可能嘛 ！OK， 如果我借钱给你，然后我去催你，老实说，你不是被我催，你是倒霉催的。为什么？因为你欠我的是钱，我可以找你要，我可以说得出那个数字。可是我欠你的是人情债，你这辈子都算不清楚，你也找不着我要。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催朋友？因为老实说，在我借钱给朋友的时候，我借你1000块，老实说，这个本质不是借你1000块钱，而是我借给你这1000块钱的情分。这不是一个钱债，是一个人情债。可是人情债是算不清楚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硬算，掰开来算，把我们所有的交情都揉碎了去算的话，我不欠你任何一分钱，但是我也不欠你任何一分情。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俩其实就并不是在做朋友，我们其实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而已。好，谢谢胡天宇。你说完了吗？他不要骑我吗？骑啊，他骑你。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你无非告诉我们感情不能拿金钱来衡量，对不对？好，我问你，我们今天不说钱，如果你的好朋友借了你的书或者借了你的衣服，你会不会催他还？不会啊，因为都是人情啊。那 OK， 那天宇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所有的行为，不管是借书还是借衣服还是借钱，他不是在做借这个动作，他是在做给这个动作。对，因为很简单，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跟我朋友说，我这点钱借你，但是我实际上做的是给你，但是我还是要说借，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是直接说给的话，伤他自尊，好像他还不起一样。OK， 那好，天宇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这个话放出去了，所有人都知道你胡天宇特别大气，说是借，但实质上是给，那他来找你借钱，我也来找你借钱，他也来找你借钱，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那你要不要？不，那要取决于你是不是我好朋友吗？还是 OK， 那我知道了，你有一个自己制定好朋友的标准。那其实像胡天宇这样的性格，他不是要催，他是根本谁都不会借，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个界定好朋友的标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对，我会借我好朋友。如果我借普通人，我会立字据；可是我借好朋友的话，我就不催。这是不同的对待方式，亲疏有别。就好像你借钱给你妈，难道你会去催你妈要吗？她欠你是钱，你欠她一条命呢。但我妈会催我。好，谢谢，我没有问题了，我可以发言。说明你们2位的妈不是一个妈。你已经开始骑它了吗？等他发完就骑啊。哦 ，OK。好，潇潇，其实刚才啊，天宇和艾丽都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就是天宇刚才已经提到了，他说他可能要不回来这个钱，但是呢，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欠的是人情债。你们借了别人的钱，你们不催，你们大义，你们大气。好，我们又借钱，我们还催钱，那我们装，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大家，每一个人，我们每天都在有礼貌的装逼，而他们呢是没有节操的装逼。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借了钱，我又不催，那你就直接说给好了。好朋友之间，钱的事情就用钱来解决，你非要让人家欠你一辈子的感情债，良心不安。第一，你很阴险，你知道吗？好，刚才我们的女神也提到了，为什么要催呢？因为催有可能也不会还。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催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今天说的催，我们不是说你不还我们，我们就上你们家撒狗血。我们就把你的房子抵押贷款，不是。我们今天催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意义，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们要怎么催好朋友还钱？一个人一时间没有钱是 OK 的，大家都手头紧的时候，但是他一直没有钱，那是有问题的。他要么就是喜欢冲动消费，要么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要么可能不会理财等等。那我们做催的这个动作是为了提醒他，亲爱的，你在下次又乱买东西的时候，你想着点儿。我这儿还没钱，你还欠着我钱，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真正的好朋友是我催我的，你拖你的，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所以说，好朋友之间的相处重在坦率，重在舒服。我不希望他在没有钱的时候找我借钱，他难以启齿；我也不希望我在催他还钱的时候，我需要小心翼翼。这才是一个好朋友的相处之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一种人哦，找你借钱，他欠着你钱，他活得比你还潇洒。我就借过一个好朋友钱，然后2个多月一直没找他还，结果呢，我给他打电话，有一天我需要用钱了嘛，给他打一电话，人家在韩国旅游呢。你们懂吗？他有钱根本不会想先还给你。我没去过韩国，你们知道韩国有多少高科技我都没体验过吗？真是，我跟你讲，你老在河南做这些，其实挺危险的。不是，就是真的有这样一种不自觉的朋友，我全是国产货，他拉个双眼皮都可以去趟韩国，你知道吗？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一个有没有自觉性的好朋友，他到底是把你当成银行还是提款机？提款机是对你予取予求，而很多人对银行的态度是很谨慎的。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介意我的朋友把我当成银行，因为大家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月啊，一到信用卡还款日，一到还房贷的时间，我们每个人东拼西凑，也要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给堵上。为什么？无非是你不还银行的钱，你会有信用记录。为什么好朋友在你心里连银行都比不上？你觉得可以拖好朋友的钱，无非是你利用我们之间的友情作为利息在找我赊账。我不像银行一样天天催你还钱，但我想偶尔给你一个善意的提醒，因为朋友和银行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有信用记录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今天借给你钱，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仗义，只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好朋友身陷囹圄。同样，我今天催你还钱，也不是因为我小气，只是因为我不想我们之间的感情心存芥蒂。谢谢。骑吗？骑，怎么不骑？如果我跟你借钱，你也向我催吗？你的话不催。为什么？我就喜欢玩双重标准。为什么不催啊？是因为你认为我才是好朋友啊？不是，因为你是颜如晶。还有点难接。对。你刚才说的都是你的朋友是刻意不还钱的，对不对？对。不一定。不一定。你刚才明明说了，你的朋友明明去韩国拉个双眼皮，让你做个国产货。
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是没有办法还钱的时候，你还催不催？要催。所以你的朋友还不上你钱，是因为你忘了催而已。所以很简单嘛，我催呀，你不还嘛，你拖着嘛，但是你要记着你还欠我钱呢，什么时候余点给我？你这点太奇怪了，这样你催他是要他还钱还是不要还钱？我告诉你，他如果一辈子没钱，我在借钱的时候，我心里会做个预估，就像我们女神刚才说的，如果他真的很困难，我觉得他没有还钱能力 ，OK。但是你我就是想催。开宗明义的告诉你，这个钱我给你，但是我会预判他如果有还钱能力，他不还那肯定要催。所以他就是嘴多而已，他又不打算他朋友还钱，但是他就是要催，催了他朋友又可以不还钱，是这个意思吗？不。如果他有还钱能力，不还的话我会催；如果他没有还钱能力，我是给，不是借。这逻辑漏洞太多了。没有，如今有一句话记住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啊，救急不救穷，明白了吗？如今是记不住这句话的，你说好吃不如饺子，如今是记不住。好吧，如今很高兴跟你一块儿骑了它。好，潇潇你请坐。那这边是应该如今来那什么了？对。总结陈词了是吗？这么快就轮到总结了。好，来，其实刚才对方所有的人，他们催的人都是那种刻意不还钱的人，但是跟你借钱的好朋友未必是那种刻意不还钱的。但为什么这一任何情况之下你都会要催？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因为你怕自己吃亏，你怕自己就好像潇潇说的，怕自己是用国产货，别人就用这外国货，所以你一定要催，确保自己没有在任何吃亏的状况。但是如果你是怕吃亏，我今天打算讲一个很腹黑的点。来，让我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叫做不怕吃亏。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你在别人救命很急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大家也应该有看过，叫做《九品芝麻官》。没有人看过吗？看过。我们都背下来了，你说吧。里面不是有借个半块饼吗？他就说，如果以后你有事的时候，你拿这半块饼找我，我就可以帮你。如果这时候你跑去催他要回半块饼，你当年跟我借了半块饼，我现在跟你拿回半块饼，吃亏吗？你缺半块饼吗？你不缺半块饼吗？就好像现在潇潇跑来跟我借2个馒头，这2个馒头是可以让他救命的。如果他不吃2个馒头，他会饿死。我借了他2个馒头，第2天，几年过后，你不能借他一盒古力多燕麦牛奶。国际抗饿大品牌，这辈子都不再饿了。好，叫我重说一遍，好切。这时候潇潇来找我，他很饿。我就借他一杯古力多燕麦牛奶，好不好？我借他古力多燕麦牛奶，但是过了几年，好几年，他好了。我跟他要1瓶古力多燕麦牛奶吗？这也太吃亏了吧！我说潇潇，你当年欠我1瓶古力多燕麦牛奶，你现在可以还我吗？我饿。这就是把人情债彻彻底底变成普通的钱债。但是如果我不催他，他欠我的是什么？是一条命。因为我当时救了他，他当时是快饿死的。你欠我1条命，万一哪一天我的肾有问题，我找潇潇。潇潇，我缺个肾。如今，你得先确定他还有肾。他最近经常换手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这么简单，把钱债当成钱债来要，把钱债换成人情债。这时候我们之间的来往不是金钱的来往，是恩情的来往，这样子不是更有赚吗？谢谢。成功的把一个欠债还钱变成了杀人偿命，你知道吗？好，怎么样？好嘞。秋晨，哎呀。今天如今呢，跟我们提了个特别腹黑的观点哈，就是说我们不要催朋友还钱，其实是为了让他欠我们更大的东西，是为了让他们还我1条命。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催人家还我钱，但是我却可以催人还我1条命呢？催什么不都是个催啊？
那天宇呢，又跟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的那些例子，我们借来借去都是一些小东西，可是那跟今天咱们讨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去上洗手间没有带纸，我就跟潇潇说，哎，那个借上。你确定你用吗？我就跟隔壁的潇潇说，借我一张纸，是吧？好，然后那个你们俩上厕所为什么在隔壁呢？你们俩是最不该出现在隔壁的两个人，你知道吗？好烦呐你！好吧，那反正呢，借了张纸吧。这个时候不可能真的按照常识来讲，不可能有人会催我还这个纸。那个借呢，只是把我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因为我不能够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对吧？人家也不会来催我还张纸的。他要敢催，我就问你是不是还要原来那张？你就用过了吧，对吧？还要敢催，我就跟他这么讲，对吧？所以我也不怕他催。那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朋友之间相处啊，到底应该怎么样个相处的方法？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我处理朋友之间相处的方法特别简单，就是将心比心。所以咱们不妨反过来看一下，如果是我借了朋友的钱，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来不及还、没还上、忘了。我希不希望朋友坦诚的、直接的告诉我？那我是个神经很大条的人，我经常出门吃饭没有带钱包，然后那个什么该还信用卡了，人不在国内，或者又只是什么托朋友买点什么东西，钱也没给，东西也没拿，整个就忘记了。我就是个粗心大意的人而已。所以我其实是需要朋友来告诉我的，我需要朋友来告诉我，而且啊，我是不会读心术的，我讨厌猜来猜去。我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唱 K 不仅可以表白，居然还可以催债，但是我是 get 不到的。他在那唱，我在这鼓掌，还唱得不错，唱完了该咋地咋地。我不明白，我就是迟钝，我不行啊！你必须明确的告诉我才行。作为一个傻子，你真的必须明确的告诉我。借用那个什么《大话西游》里唐僧说的那个话来说好了。对吧？你想要我还钱，你想要我还钱，那你就跟我明说呀，对吧？你不跟我明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你这么恳恳地看着我，但是你还是跟我说明的，没有理由。你想要我还，我不还给你；你不想要我还，我非还给你不可，对吗？大家要讲道理嘛。讲道理其实才是最简单的。而且说白了，人都有窘迫的时候，我也会有真的还不上的时候。可是也没关系啊，你可以催催看嘛，对不对？你可以催催看，不伤感情的。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老子没钱还不起。对吧？你要是不催，你要是不催，你要是不讲，然后我就会以为你不需要、不在意、不着急。而你看我在那儿一边得意的、逍遥的，还飞去了韩国，你就会觉得我有钱也不还给你，这人什么人，就变成贱人了，对不对？所以朋友之间猜来猜去，才是真的伤感情。刚才说的是我欠朋友，说到朋友欠我，其实也是一样的嘛，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意，你要讲明白、讲清楚就好了。真的伤朋友之间感情的，绝对不是我欠你，你催我这种事情，真的伤感情的是不坦诚、不直接。各位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或者他表明了，无论你借我多少钱，我都坚决不告诉你，我都不催你，你敢跟他借钱吗？同样的哈，在那个生活当中，如果发生了不愉快，朋友之间经常会发生不愉快的。如果一个人打死也不告诉你，这种人，你敢不敢跟他深交？你不敢的。朋友之间真正应该有的默契，不是客客气气、相敬如宾，而是口无遮拦，也不伤感情，对吧？就好像如今跟潇潇，对吧？就好像他们俩，潇潇是可以走过去摸他的脸，强吻他的。如今不会真的生气，是因为什么？因为如今是可以回头嫌弃他的。这种属于朋友之间的互黑呀、互相嫌弃，是朋友之间专属的良性互动，陌生人、不熟的人之间是不会有的。所以今天我方想讲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朋友欠了钱，该催则催，这才是保护你们友谊和证明你们友谊最好的方法。谢谢。我又遇到了一个全场耳根子最软的一批观众，你们好意思？你们看看你们这个票投的，就跟秤似的，在这儿来回的拨呀，你们好意思吗？
好了，现在正方78比22，现在金姐都已经爽了，金姐都已经不用说什么了，不用说什么了，因为他们漏洞太多了。来吧，那个2排议员马薇薇小姐，您请。众人发言实际上是特别能激起我们发言的欲望的，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脱离了借钱，在讲什么呢？从借钱这件小事上来看友谊这件大事。那么同样的，他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催不催？我们要催的这边证明我们是以诚相待的真朋友，无爱交流的好朋友。那么现在我提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没有可能你们坦诚交流、无爱交流之后，你发现你这个朋友，他就是一个贪钱自私的贱人呢？有可能，有可能呢。他就是借了你的钱去韩国了，他就是借了你的钱不还给你，就是你借了你的钱挥霍无度。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允不允许自己身边的朋友在某一个方面有缺陷？什么意思？我们一生人都会交很多朋友，而缔结我们友谊的要素在于对方的优点，而不在于对方毫无缺点。你们明白吗？那有一些朋友有可能很贪钱，超爱打广告，甚至连有一些选手的钱都不放过，拿给导师分掉了。OK， 马薇薇，你今天说的好与不好不重要，你今天的腿特别漂亮。对，但是他这种特别夸人的能力，才是你们缔结友谊的根基嘛，对不对？你以为广告商是因为那个割了眼袋的小胖子特别贪钱才投钱给他的吗？不是，是因为他广告打得好。所以你想过没有？你之所以会跟这个人交朋友，不是因为他这个方面有缺陷，并且愿意为你改掉，不对，就是因为他别的方面有优点。所以你允不允许他就是这么一个贪钱的朋友？好，如果你允许的话，你一生人会交很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康永哥看起来吃亏，可是康永哥人缘超好。为什么？因为他不要求自己身边的朋友必须是完人，必须不贪财，必须不好色，必须超诚信，必须饱读诗书，必须能歌善舞。他没有这种要求。你允许你的朋友有缺陷，他欠你钱你不催，他迟到你肯等，你是你所有朋友中最大的那个包子，看起来很吃亏。可是你知道吗？就是由于你吃亏，在某一个瞬间的时候，你会收获到那些贪财好色、爱迟到、不诚实的朋友，用他们的优点回馈给你的善意。谢谢。周旋义，我一直防着这个陈明在灌鸡汤，没有发现马薇在灌鸡汤啊。这个咱们清醒一下，刚才这段鸡汤的逻辑是这样的。马薇薇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当你催你的朋友还钱，他仍然不还的时候，你应该包容他，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缺点，对不对？我脸皮厚，这是缺点，但是我可以包容。逻辑上并不能表明你不应该催你这个朋友，你不催怎么知道他不还呢？基本的逻辑问题。第二，我们的朋友之间有很多的缺陷是可以包容的，但是有一个缺陷是一定不能包容的。就是你的朋友如果对你不包容，你就不应该包容他。各位想一想，今天我们双方都有一个问题，我们老觉得催人还钱是一件特别，让人觉得不舒服、不客气，让我们心里面有过节的事儿。可是请问，朋友之间能不能做一些在常人看来比较不那么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朋友之间的特权吗？专利吗？大兵肚子这个肉感很好，朋友踹一下没问题，对不对？太好了，再来一下。哎呀，太突兀了。对，你街上随便来一个人，勉强了，打他那么一下，那大兵肯定一脚就把你踹倒，对吧？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对催钱这样一些别人会觉得不舒服的事情觉得没问题，这个才叫做朋友。OK， 谢谢各位。好，谢谢。我特别想听花溪说什么。
为什么呢？你猜？好吧，那我作为一个经常问别人借钱的人，我就来聊聊我被人催的时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人神经就是脆弱到觉得我不如我的朋友是一件非常伤人的事情，尤其是我在金钱的地位上我不如我的朋友。你会问什么人借钱？一定是混得比你好一点，他的手里面比你富裕的人，你会问他借钱，对不对？你经过思想挣扎，你向一个比你有钱的朋友开口的那一个瞬间，你已经自降了一等了。其实从某种心理预阶上来说，在那一刻你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你觉得咱俩都是朋友，曾经混过那么多年，此刻我要开口问你借钱。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个男性来说，这个感觉不是那么的让人舒畅。那到了后来，我作为一个有心的人，我会时刻提醒自己，我一定要还给你。可是在我提醒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开口了，说哎，小花该还钱了。这个时候那种我不如你的状态又涌上了我的头脑，我突然又感觉我受到了2次伤害。我知道我向你借钱是我暂时不行，可是你这时候来催我，首先你不信任我，其次你将你比我优越的那一部分又再次体现出来了。这其实是在朋友当中最脆弱的一点被你击溃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友谊很可贵，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如自己的朋友的时候，反而是让人非常伤心的过程。所以我站在一个神经比较脆弱的，可能会问人借钱的角度上来说，他会自己提醒自己要给你还钱的。所以做朋友不要催，以免造成2次伤害。谢谢。这边还有人说话吗？笑笑。首先啊，刚才微微说的很好，但是今天我觉得跟我们的辩题有一点出入。不是说如果我们的好朋友不还钱，我们还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如果是这个辩题，我觉得你刚才的发言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其实刚才对面直到花溪总结发完言之后，他们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不是不催朋友还钱，而是你就不要借给朋友钱。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花溪他说他借朋友的钱，他内心很脆弱。花溪，你试想一下，如果我是你的朋友，我听到你这么说的话，我敢借给你钱吗？你借钱你好意思，我催你还下钱，你内心就崩溃了。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对，但是你要借嘛，你觉得你可能手上比较紧，对不对？所以说对面其实是在强调，就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借钱，也不要借给别人钱，因为这样你们还要照顾借钱那个人的心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做大方的朋友，没有人愿意做慷慨的朋友，这就是我看法。好，双方都很充分了，让我们从2位导师开始吧。金姐，首先我想说，所有只要你认为你是个俗人的话，咱不是圣人的话，每个人都爱钱。对，爱的多少不一样，有，每个人都在意钱。刚才我说天宇说那个概念，我为什么当时没打断你呢？钱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我想帮他做事情的话，你让我出力，我没问题。我放下我的工作，哪怕我老板不高兴，我请假，我帮哥们儿做这件事情，是这种情谊的偿还，跟钱没关系。不要偷换概念。我们说了半天这件事，说朋友不该催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忘记了一件事情，都在意钱之外，还在意中国人最脆弱的人情面。就我这句话说出来，是不是破坏了我们的感情？那这说明我想说呢，你的朋友之间的基本的相识、相知、相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实社会当中最崇尚的什么？是个契约精神。如果你让我选择的话，那我认为我欠银行的钱，我都不欠朋友的钱。哪怕银行那个我晚交半个月以后，我信用下去了一点的，但朋友钱我一定交。有一天所有的银行拒绝给我办卡的时候，我还有朋友给我借钱。因为银行的信用是赚你的利息的，朋友借钱给你没有利息所存在，他提醒你恰恰知道你可能有问题，或者是我提醒你，我说的马薇薇，钱该没还我，你说的那个钱没好，那你是不是还需要啊？我再给你一点点，明白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催钱是最好朋友才催钱。所以说，我觉得当今社会我们崇尚的是把那个面子先放旁边。金钱是最好的试金石，在现代的契约社会当中，我想说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真情不怕催钱。蔡团长，刚才金星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友谊的试金石。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好朋友欠你钱，不要催。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会催出什么后果来，这是我的真实的人生体会。就是我每一次催人家还钱啊，最后都借出去更多。
这太可怕了，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感冒了，你到医院去打一针，结果你得了一个更大的感冒一样，就得了3个感冒。就从头到尾正方说要催呢，你们是要拿钱回来吗？你们的辩友们没有一个人是像金星一样那么有钱，说你催我，我可以借你更多呀。啊，不是这个立场。所以我刚好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是所谓的好朋友，你一催他，他就发现到天哪，全天下只有一个人还在乎我的财务状况，那我就掏心剖腹的告诉你吧，我需要更多。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怎么忍心这时候说，哎，我催你钱，我只要你还啊，我不可能借你更多了。你这样算什么好朋友？所以刚好就是因为金钱是友谊的试金石，所以千万不要催，一催就会出大事。这个是我对大家的提醒。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座各位如果读了我们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小说，会带兵的人都怎么带兵？你读中国历朝历代的小说，带兵的人啊，军队里面最常有的娱乐是什么？赌嘛。你还能有什么娱乐？部队里面也没有别的玩意儿，所以闲下来不打仗的时候，大家赌点钱。兵也没什么钱，你欠我3块，我欠你5块，历朝历代皆是如此。会带兵的人，不管他带的是8个9个，带的是80个90个，带的是800个900个，他们需要的兵是什么样的兵？是在战场上会用生命交付到你的手上，互相支持的兵。好朋友是什么？好朋友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冲刺的时候，跟我们互相支持的人。这跟带兵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你见过哪一个会带兵的人，他跟小兵们赌钱赌输了，然后3块5块他去催的，没有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一催就完蛋了。你跟人家催3块5块，然后上了战场的时候，那个小兵在背后不射你一箭就不错了，还帮你挡子弹呢。所以无论如何呢，这个带兵的理由跟交好朋友生死相共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你催那个钱的同时，刚刚金英所说的这个试金石受到了严重的考验。我觉得友情很重要，我觉得友情，很多人说友情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是真的。所以如果你有幸运交到了好朋友，而你蠢到用金钱去衡量他，我觉得太可惜。每个人都会到需要好朋友支撑他度过难关的时刻，当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你捧着手上催来的2000块钱干什么？你当然希望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夜听你哭泣，把肩膀让你靠，然后拉着你一起往前走嘛。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讲，我认为不是该不该催，是值不值得催。我认为不值得催。所以大家2个原因：第一个，好朋友很重要，不要随便用催钱伤害他；第二个，催了以后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就是要借出去更多。好，谢谢。哇，飞晨，你知道这是一个辩论节目。2位团长其实，因为他事先他不知道会站在哪边，然后他是要在现场经过选手的交流，他们把所有的话全部都说尽了之后，像康永和这样还要找这么2个角度出来，我其实是个完善的。对康永哥说那定罪，我觉得貌似很有道理，其实是一个诡辩的一个角度。咱们就是个诡辩的节目。对，我知道，就是刚才说那个带兵那个特别不在点儿上，带兵一个将领管兵借钱，他一个社会地位的悬殊，他不应该交钱，他不是朋友，他是上下属关系，这跟朋友没关系，这完全是误导。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您请。那因为金星老师刚刚讲，我们借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好朋友跟你借钱该不该催？那当初我们要借这个好朋友钱的时候，无谓就是想要巩固我们跟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重视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很不想借，可是我们还是把这个钱借给你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跟你好朋友的关系能够维持。那但是催无非是我们想要他还，或者想要提醒他说你跟我借，你不要忘了。那所以我们想要他还，可是他如果还不了，那我们催的这个动作，如果让我们的初衷借他巩固这个好朋友的这个过程，感情消失了。或许我们应该包容你催我，可是我真的没办法还，所以你一催我，我的感情就不对了。或你催他，他不还你，你是不是感情也不舒服了？我都催你，你还不给我，那这个时候
就破坏了我们当初借他钱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有人问你，有人跟你借钱要不要催？要催，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这个人，可是有好朋友跟你借钱要不要催？该催吗？还要催吗？催还是有个时间点。你让我感叹一下先啊！其实你说什么我没听进去，但是我太喜欢台湾女生说话这个腔调了。因为你吃了太多的 MM 豆。你们俩谁赢谁输没关系，你赢了。我要有钱，分别借给了他们3个人，这个不会催，我怕他举刀砍我。那位我也不会催，送他了。这位天天催。